霸国反垄断司出手打压新讯集团，我多方准备绝地大反击。给次先生，不知道这次来找我所为何事呢？兰德先生，您知道新讯 TT 吗？当然知道了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用这个通讯软件，我搞不明白，一个外国人弄的通讯软件，咱们霸国人为什么这么爱用？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新讯公司，他已经涉嫌垄断，我要举报他。有这种事情？有没有什么数据支撑您的说法？我这边已经整理好了所有新讯公司涉及垄断的证据。新讯将 TT 与 iOS、安卓系统做捆绑，同时嵌入了电子支付软件、购物软件等等，这会导致 IT 行业陷入停滞状态。如果不加以制止，那么很有可能新讯公司将通杀整个互联网领域，不给其他公司任何一丁点的活路。好，我现在就可以通知您，反垄断司对于新讯公司涉嫌垄断的调查正式启动。金总，不好了，新讯集团被霸国反垄断司约谈了。这恐怕又是基金会出招了。约谈是什么时候？2天后。霸国一向非常护短，一旦自己国家的公司在外面称霸了，他就装聋作哑看不见。可要是别的公司在霸国称霸，他立马会跳出来以大欺小，对其施行制裁。这一天迟早会来，我们本就是赛场上跑得最快的选手，后面的人想追上来，要么靠硬实力，要么就只能叫裁判爸爸来干扰我们。霸国也太不要脸了。送走马腾，三金接到江鹏月的电话。我的亲哥啊，你这次是捅马蜂窝了吗？怎么，我得罪了很多人吗？你说呢？硅谷上百家 IT 公司联名告新讯集团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，说如果新讯公司不除，全霸国的 IT 行业都要被他毁了。什么鬼理由？巨婴拆分这么多年了，不也还是实际上垄断着市场吗？怎么不见这群人出来告？这事估计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应该是有人在背后策划推动。我的人还在继续查，有消息了我就告诉你。还用查吗？100%是基金会搞的鬼。你有没有打听到反垄断司这次约谈新讯，具体是想怎么办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，不过按照反垄断司之前的操作，新讯集团大概率会跟2000年巨婴被制裁的那个案例一样。2000年巨婴因为违反了经典公平竞争法，被强制拆分成了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2家公司，市值1天之内就暴跌了1800亿。一旦新讯被拆分，恐怕市值会直接腰斩，到时候我的身价会暴跌1半都不止。基金会这次真他妈不是人，正常商战打不过我，就直接开挂作弊，无耻！我最讨厌别人开挂了。别生气，过2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我敢打赌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一旦这次的反垄断司制裁成功了，我在霸国的所有布局全都得被制裁一遍。不如你去找卢锡安试试。现在恐怕也只有他有办法了。挂断电话，三金打给了卢锡安。卢锡安，你能让反垄断司那边手下留情吗？会长大人啊，这次我怕是帮不了你了。为什么？反垄断司的司手贝克兰德跟我不是一个派系的，非但如此，他跟我所属的派系还是竞争关系。我要是强行命令他，肯定会被人抓住把柄，把我赶下台去的。您不要觉得我是地主就能为所欲为了，真正能在霸国为所欲为的是基金会那样的大资本。行吧，我去找那微战神试试看。那位最近情况也很不好，有强力竞争对手出现，想让他彻底跟霸国战区断开联系。看来基金会已经在明里暗里都布下了棋子，要彻底铲除自己在霸国的产业了。与此同时，霸国金融界掀起了一股反 TT 运动。不仅如此，这股风潮逐渐蔓延到了金凤、谷歌、Facebook 等所有三金实际掌控的公司。2天后，三金跟马腾来到霸国反垄断司。三金先生，你们好。兰德先生，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对我们新讯的谣言，我和金总亲自来，也是想当着您的面澄清一下。我倒不是这么认为，我们反垄断司已经收到了确凿的证据，认为新讯集团有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嫌疑。叫你们来这里呢，只是想给你们一些整改意见，而不是要听你们虚假的解释。不知道是什么整改意见？首先，对新讯 TT 涵盖的几十种功能需要进行拆分，交由不同的公司进行运营管理，最后新讯集团可以收到利润分成。第二，新讯集团 TT 公司2大公司的核心业务不得再跟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进行深度绑定，强迫用户必须使用 TT 号才能下载应用程序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为了彻底的铲除新讯集团垄断手段，我们需要三金先生您交出手中最少1半的股权，由其他公司按照市场价进行申购。只要新讯不再是三金先生您的一言堂，而是由多家公司投票决定，那自然就不涉嫌垄断了。三金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。对不起，我无法答应这些要求。TT 只是一个普通的通讯工具而已，随时都能被更方便的通讯工具取代，没什么含金量。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贵司对新讯有这么大的敌意。三金，我们不是在问你意见，而是通知传达我们的最终决定，让你尽快着手实施，否则我们有权利对新讯集团进行整改，甚至废除你们企业的相关资质。你们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我们的整改意见已经通知到位了，请在半个月内整改完毕。与此同时，比尔给次叫来硅谷的 IT 公司，告诉了他们反垄断司的决定。新讯集团要完蛋了，给次先生，你叫我们来是想这么大的利空，咱们不一起狠狠赚一笔，那简直就不是人。大家肯定都记得，巨婴被制裁的那次，1天内市值暴跌了1800亿霸国币，那回可是2000年。这次新讯最少会跌个3、4千亿，只要我们提前做空，这笔钱就会落到我们的口袋里。最后，咱们再拿着这笔钱去收购三金吐出来的股份，岂不美哉？不愧是曾经的世界首富啊！大家一起赚三金一笔大的，赚他的钱，收购他的公司，最后再反攻大夏视察。
金总，反垄断司在官网上发布了公告，里面强调，如果咱们整改不彻底，就会被取消企业资质。这他妈不是告诉全世界的资本，新讯集团即将面临大利空，让他们赶紧来做空吗？金总不好了，股价跌了多少？开盘5分钟 ，TT 公司股价暴跌20%，新讯集团股价暴跌30%。根据三爷的调查，这还仅仅是硅谷的部分资本谨慎试探的结果，真正的主力还没出手。一旦确认咱们无力回天，他们会立刻动手把咱们的股价压到跟废纸一样的价格。当年巨婴的1日大跳水事件，怕是要重演在咱们身上了，甚至可能会更糟糕。我知道了，这几天你尽量撑住，降低跌幅，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之前还想着给霸国的公司留一些饭吃，现在看来直接对脸输出，火力全开就对了。赶紧去对外发公告，就说咱们这边对反垄断司的整改有不同意见，准备上诉抗议，并且要重点强调，新讯从未有，以后也不可能会有垄断的行为。我们只是一个做聊天软件的小公司，不是巨婴那种必不可少的大公司。明白。另外，去准备一些我们能控制的霸国本土空壳公司。如果真走到了必须整改的地步，我们也只能是想办法抢一些筹码了。这次的情况看来已经棘手到极点了。布局完成，三金再次打给了卢锡安。卢锡安，贝克兰德的上级部门是什么单位？是商务司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反抗不了反垄断司，那我就从他的上级部门入手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？绝对没可能。为什么？现在商务司司手的确是克劳德里和唐纳德忒破两人在竞争，但是他们俩都是基金会的人啊，无论谁输谁赢，都对贝克兰德不会有任何影响。两人的竞选状况如何？你清楚吗？克劳德在基金会内部的话语权很大，属于是第三主神的亲信，而唐纳德只不过是个普通成员。没有意外的话，下一任商务司司手应该就是克劳德了。也就是说，唐纳德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就是个重在参与的货色了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没想到2年过去了，当初那个卖给我谷歌公司股票的唐纳德，居然成了基金会的成员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应该就要发生了。当天晚上，三金亲自登门拜访唐纳德。三金先生，不知道您来我这所为何事？特珀先生应该也知道我公司最近出了点小的状况，所以想请您帮帮忙。三金先生，你说笑了。虽然我是在商务司工作，但贝克兰德是直属商务司司首长管，并非我的手下。你来求我，算是找错人了。没有找错人。如果特珀先生您能竞选上这个商务司司手，那自然就能帮上我的这点小忙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人会愿意成为别人的垫脚石。既然入了咱们这一行，追求的就是名利。我相信特珀先生既然参与了竞选，那肯定是想选上的。基金会能抬我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如果三金先生今天是来挑拨离间的，那么我只能送客了。特珀先生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，我帮你竞选霸国商务司司手，你帮我解决眼下的困难，未来我甚至可以支持你往更高的位置走，如何？唐纳德有些心动了。合作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我需要看看三金先生您的实力。什么实力？竞选资金还是钱？我不缺。我这次之所以没被基金会选中，是因为合威伊岛征地和拆迁工作没完成。所以，如果您能帮我完成这项工作，证明您的实力，我们便可以合作。没问题。三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三金先生，你先别嘴上答应的这么痛快。合威伊岛的征地进度几乎为零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地方是旅游胜地，来霸国旅游的人必定会来这里。原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变成了旅游胜地，本地人本就很不开心了，现在又要低价征地，您自己想想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吧。说完，唐纳德递给三金一份资料。我个人认为，以目前官方给出的那点预算，想征收合威伊岛的地，简直跟吃人说梦没什么两样。冯雅看完合威伊岛的资料，罕见的摇了摇头。以这个预算征地，那就跟想花1毛钱买下霍家那3万亩地一样离谱。我认为唐纳德特珀提出这个条件，就是在变相拒绝跟咱们合作。我们还是另做他算比较合适。正常手段的确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不过有时候特别复杂的事情，只需要简单粗暴的手段。